世界杯的小組賽這次終於踢完了，32強呢也就正式的出爐了。我就又讓這個5個 AI 啊，對這32支球隊做一個預測。ChatGPT、Gemini、Cloud、Grok， 還有就是蘋果的 Siri AI 嘛，每支球隊呢，我都讓他們各自給出一個奪冠的幾率。但是當我把這些數字加起來之後呢，我就發現了一件很搞笑的事情：世界杯就只有一個冠軍嘛，对吧？我把他給我的就是所有的球队的夺冠的幾率都加起來呢，居然就變成了192%了，就等於快要有2個世界杯的冠軍了。這個已經不是猜對猜錯的問題了，而是連這個世界杯的最基本的規則呀都沒有對上。那麼到底是哪個 AI 這麼瞎呢？等一下我來告訴你。你可能覺得，等等，不對啊，即便是再笨的 AI 也不會說有2個球隊同時奪冠，對吧？那這裡呢，我就要先說清楚了，我不是直接讓他講哪個球隊會奪冠，不是直接問他這個名字，我是讓他呢對這32個就是球隊啊，每一支球隊都給一個奪冠的幾率，因為最後就只有一個冠軍嘛，奪冠的總的幾率加起來呢，應該是正好等於100%才對。但結果呢，這個 AI 就給我了192%的概率了。那這個問題呢，就不用等比賽結果出來，現在就已經能看出問題了。那如果 AI 真的連這種基本的規則和邏輯都沒搞懂的話，那麼它答對答錯也就沒什麼意義了。那這樣的 AI 你真的敢用嗎？所以我們這個系列啊，不是在比誰猜得更準、猜得更對，而是在比哪個 AI 最值得信賴。那講話比較有邏輯，也比較靠譜。我就打個比方吧，假如說你和你的2個朋友吧，一起坐在那邊看比賽，然後呢就在探討到底哪一個球隊最終會奪冠。結果有一個人呢就拍着胸脯呀，保證說絕對是阿根廷夺冠，沒有別的可能性。那另一個就說呢，他也比較看好阿根廷，但是呢並不敢打100%的保證。但如果阿根廷最後真的輸了的話呢，把話講死的那個人，你以後還敢信他嗎？所以我就做了這個 AI 信任分數嘛，專門就是來看誰講的是比較可靠的。那種講話很肯定，但是經常講錯的呀，就反而會倒扣分，反而是那種知道自己有多少把握的，得分比較高。那等到就是世界杯結束之後呢，我們就能夠看到哪一個 AI 呢是最靠譜的了。上一集我讓這5個 AI 就預測了小組賽48個球隊到底誰能夠晉級成32強。那現在結果已經出來，踢完了嘛，我就發現了2件特別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件事呢，就是大家集體都看走眼了烏拉圭这支球队了，這個南美的老牌強隊，5個 AI 呢全都看好他晉級。結果呢，他小組賽就被淘汰了嘛，就直接打包回家了。那5個 AI 呢，這一個呀都是沒有料到的。那第2件事呢，就是集體都沒有選中的那些黑馬了。比如說吧，就是非洲的小國維德角。那這屆世界杯呢，擴編成了48個球隊參賽了嘛。然後小組賽呢，就要從這48隊裡面選出32隊進入最後的淘汰賽。那維德角呢，也是就是歷史上吧第一次踢進這個世界杯。那5個 AI 呢都不看好他，結果他沒想到就直接從這個小組賽就突圍了，就進入了這個淘汰賽了。那最強的那些球隊呢，5個 AI 其實也都猜到了，真正的冷門的這些球隊呢，5個 AI 呢也都沒有猜到。所以這個第一集啊，好像分不出太多的高下來。那真正有意思的呢，就是今天這一集了，因為我開始看他们這個就是給每個球隊的晉級的幾率之後呢，我就發現了有一個 AI 啊，它從這個邏輯上呢就已經明顯出了問題了。我們先來看看他們各自壓誰奪冠吧。ChatGPT、Gemini 和 Grok 他們都壓這個阿根廷就是會奪冠，因為他給出阿根廷的奪冠幾率是最高的嘛。就唯獨只有這個 Cloud 呢，他就唱反調，他偏偏選這個西班牙是最有可能奪冠的。那 Siri AI 呢？你問他看好誰，他居然給出了巴西、法國、阿根廷這3個隊奪冠的幾率是完全一模一樣的。那這個就有點瞎了，3支完全不同的球隊，然後從32強一路晉級到奪冠，每一輪這個比賽的晉級的幾率呢，這6個數字一個都不差。那這個已經不是單獨的預測了，已經變成了在靠模板了。我把 Siri AI 就是給出的所有的答案給它攤開來，就發現了這種一模一樣的這個晉級幾率呀，不止發生在了剛才那3隊，還有3支球隊呢，這6個數字呀也是完全一樣的。像是瑞典、日本跟前面我們提到的那個維德角嘛，每一輪晉級的幾率呢，這個 Siri AI 呢給出的也都是一模一樣的幾率。所以從這個呢就可以看出來 ，Siri AI 啊，它不是在一隊一隊然後單獨的去做判斷，它是把這個球隊呢這麼多個球隊啊分成了幾個等級，然後就直接開始套模板了。你看這個瑞典呢，2018年踢進過世界杯的8強嘛，日本呢在最近幾屆吧也常常能踢進這個16強，結果呢就跟第一次踢進世界杯的這個維德角都拿到了完全一模一樣的幾率。那你說這樣的分析能信嗎？
那個快算出2個冠軍的到底是誰呢？沒錯，又是我們的 Grouk 了。他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他就是有點太大方了，幾乎每支球隊啊，他都想給他們一點點奪冠的幾率。32支球隊的奪冠的幾率加起來應該是等於100%嘛，因為就只有1個冠軍。結果這個 Grouk 呢，他就給我了192，也就是說呢，已經快要有2個冠軍誕生了。可是這個大力神杯就只有1個，那這個該怎麼分呢？還有就是東道主美國隊了，這個 Grouk 呢，居然都給到他6%的奪冠的幾率了。這個美國其實不是一個足球的傳統強隊啊，你突然就給他6%的奪冠的幾率，那這個即便算是主場就作戰好了，難道這是要一路保送到冠軍嗎？那這個裁判的壓力也太大了吧？其實還不只是冠軍了，我把他所有的數字加起來啊，這個亞軍呢，應該也只有1個，對吧？這個 Grouk 呢，居然就給出快要3個亞軍了，他就是4強，應該就只有4個位子嘛。結果他硬塞進去8隊半去，就是能拿到這個4強。還有就是16強，他送了21隊進去16強。那這個 Grouk 好像就一直沒有搞清楚一件事情，世界杯的這個比賽啊，其實啊是會淘汰人的，他連這個好像都沒有搞清楚。那相比之下呢，ChatGPT 和Gemini 的每一項數字呢都是對得起來的，那絕对是這次預測的這個模範生了。Cloud 呢，從邏輯上來看呢，其實是有一點點小小的瑕疵的，但是呢，差的不是太多，還算是站得住腳了。Siri AI 呢，其實也有點偏了，但是不算是太離譜吧。唯獨是這個 Grouk 呀，就是同樣一題呀，它簡直就是在自己打臉了。這些預測呢，現在已經全部都鎖定了，已經不會再去改了。但是我要說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在說哪個 AI 呢是很爛的，我只是想通過這件事情呢來告訴大家，你在用任何 AI 在幫你做這個判斷之前呀，你需要呢先去檢查一下它的這個判斷的邏輯到底站不站得住腳。你就不用等這個結果出來，你就把這些數字加起來呢，看看它有沒有忘記就只能有1個冠軍這件事情。很多時候啊，這個 AI 真正的問題呢，不是它答案給你答錯了，而是它這個邏輯啊，從一開始呢早就已經壞掉了。淘汰賽開打之後呢，我們的這個 AI 信任分數呢也會開始慢慢的變動和累加。等到這個世界杯全部都踢完之後呢，我們就會知道到底哪一個 AI 是最值得信任的了。對了，別忘了，今天是我們 MacBook Neo 抽獎活動的最後一個影片了，現在呢還是有機会參加的。詳細的規則呢，我都一樣放在下面了。我其實也想問一句大家了，你覺得就是這次的這個世界杯啊，最後是哪一隊會奪冠呢？就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吧。等到這個世界杯結束之後，我們再一起來驗證你給的答案到底對不對。好，那今天就先這樣，謝謝大家，那就讓我們下一次再見。